经圈皆传，江固是35岁商界新贵，片叶不沾，满心满眼都是夫人。我很自豪，因为我就是那个夫人。从22岁到30岁，在我看来，我和江固间谍情深。直到有一次他朋友喝大了，指着我的鼻子嘲笑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在我心里只认苏苏这一个嫂子，你不过是苏苏的替代品。苏苏离婚回国，你觉得江太太的位置你还能坐几天？”我才知道，这8年的陪伴不过是笑话一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刚检查出怀孕6周，还没走出医院妇科区，就碰到在加班的老公江固正陪别的女人产检。旁人大概要怒火中烧，上前给他2个嘴巴子才解气。我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嗨了一句。江固见到我，跟见着多么恐怖的东西一样，满眼紧张地大步上前，挡住了身后的娇弱女人，慌张道：“建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管我在哪？”不等我对他，被江固保护的那个女人立即从江固身后走出来，声音带着几分难堪和抱歉：“阿固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让你陪我产检，建禄不会怪我吧？这段位不得是82年的龙井呀。”我细细打量她，她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，衬得面色越发苍白，宛若林黛玉附体，是能明显激起男人，也就是江固的保护欲。见我不回话，她越发肆无忌惮，堆着友好的笑容道：“建禄你好，我是江固的发小媳苏苏。我刚回国，人生地不熟，这才让江固陪我，你别见怪。”他虽是笑着的，可从始至终都未叫我一声江太太，一口一个建禄，明摆了是在挑衅我。我也笑道：“您好，我是江固的太太顾建禄，没人陪你产检，我可以花钱帮你雇一个。”我不过心平气和说出一句话。席苏苏眼中闪过浓浓的刺痛，就像我骂他贱了一样。婊子！他连连咳嗽，往江固身后缩了缩，若是来点糖浆，他能血溅当场了。如此拙劣的演技，江固还偏就上了当。他一把将可人护在身后，皱起眉，斥责我道：“顾建禄，你态度好一点，苏苏她是个孕妇，经不起你这么喝。我是鬼吗？我怎么吓她了？要是胆子真这么小，就别出来让人吓了。”江固错愕着眸子，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曾经那个乖巧只顾洗手为他做羹汤的我，的确不会反驳他。直到1星期前，我发现江固其实没我想的那么爱我，我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江太太。就在1个星期前，江固成功拿下一个大项目，上了热搜。媒体纷纷夸赞他年轻有为，明明有钱还不花心，满心满眼都是夫人。我高兴，决定给江固庆功。我们在南山别墅宴请朋友们小聚，刚到门口，发现包落在车里，我折回去取。迟一些，江固贴心安排保姆迎我进去。原本还热闹的大厅瞬间安静。江固的一个朋友突然阴阳怪气道：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小姐呢，让大家等这么久，摆什么谱？”我无言，一直不明白江固的朋友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敌意。江固上前解围，他拍了下那个朋友：“什么大小姐？我老婆是我的小公主。”他边说边站起身拉着我坐下，安抚地揉着我的手心：“小陆，别在意。”清风细雨是他一贯的风格，没让那个朋友尴尬，还哄了我。呵，我内心还是失望。我隐隐觉得，有时候朋友的态度其实都是源于江固，江固可能没把我看得太重。
可我爱江固，我跟他结婚8年，已经过了7年之痒。既然江固处理了，我也实在没必要把事情闹大。可我的隐忍换来的是别人的放肆。江固的朋友没有顺着江固给的台阶下来，而是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那苏苏怎么办？那时我就在想，苏苏是谁？不过江固没给我答案，而是让朋友闭上嘴。周围人见气氛尴尬，也来打圆场。推杯换盏，酒过3巡。除了几个不喝酒的，其他人皆是酩酊大醉，包括那个朋友。他醉酒后又跑来犯贱。他怎么说的来着？好像是用手指着我，脸上挂着嘲讽。你一点也比不上苏苏，你是苏苏的替身。苏苏离婚了，要回国了。江太太的位置你还能坐几天？断断续续说了好多，我只记得这2句，因为这2句最为刺耳。我脑子嗡鸣，转头看向江固，只见他仿佛被钉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就那样过了1个世纪。他的脸颊缓缓攀上几丝红晕，不是因为别人挑衅我感到愤怒，而是害羞啊。那一刻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这个叫苏苏的女人，定是对江固分外重要的人，否则刚成婚那会，她与我纠缠过后，又如何会突然喊出苏苏这个名字？当时我问她苏苏是谁，她笑着说是隔壁邻居家的一条狗。那时我傻傻地信了她，毕竟我跟江固的相识相恋是那样的甜蜜。彼时我拗不过我的老师，也就是江固的奶奶，去见了比我大3岁的江固。我们要永远如此甜蜜。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，一瞬间仿佛都化为了可笑的梦境。梦醒，那个不爱我的江固才是现实。他心间早就藏着无法割舍的白月光了。不愿与他心疼白月光，也不愿跟他废话太大。我转身就走，我没有走出医院，而是预约了流产手术。夜里我睡不着，坐在客厅发呆。过了12点，江固才拖着一身疲惫回了家。罕见的，我并没有奔向他，只是静静坐在沙发上。江固打开灯，瞧见一直默不作声的我，忙脱下外套搭在一边，过来抱住我，声音低沉，头埋在我颈间。老婆，我错了。我跟他生活了8年，他知道如何让我心软。可这一回，我没有回应。见我不理他，他只能继续找话题。小陆，你今天去医院是哪里病了吗？挺好笑的。他终于想起我了。我低下头，不想理他。他便跟个小狗一样，一直蹭我，还一个劲说对不起，忽略了你。苏苏是谁呢？我终于说出今晚的第1句话，面上表现出不在意，可有些事情，我总想问个清楚，想个明白，这样有误会便解开，省得我胡思乱想。见我终于说话，江固高兴得不行，立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兴许是喝了点酒，亦或是他从未见过我这般生闷气的模样。他将自己和白月光的过往都讲了出来。他和习苏苏青梅竹马，大学时在一起，是习苏苏主动表白的。毕业时他差点求婚，习苏苏却因为向往国外生活，两人道不同，分了手。1月后，习苏苏闪婚，他从此断了念想，也断了联系，直到习苏苏回国。听完全部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当初选择我，是因为我和他很像吗？”他好像有些讶异，郑重其事道：“不像，你就是你。”江固的表现不像骗人，他还是那个爱我。我露出委屈的表情，那他为什么一回来先找你？江固沉默了很久，
可是对上我险些落泪的眼，他终是含糊道：“大概是因为信任我吧，大概是我欠他的。今天的审问就到这里吧，我知晓的已经够多了，不想把他逼得太紧。同时，我也打算告诉他一个秘密。”阿顾，我的话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。他看了看我，今天我的性格太过反常，他有些摸不准。可我向来通情达理的，笑道：“接吧。”江顾这才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苏苏需要你，正是那个指着我鼻子骂的人。”我还在一旁呢。江顾只能道：“不去。”看着我，似乎在表忠心。那头也不死心，又劝了几句。我注意他开始拨弄发丝，我知道他动摇了，目光里透着心虚，里面应该是提到什么。江顾猛然站起身，去拿起外套，脚步凌乱，快步出去，没有多余的解释，没给我问一句的权利。我表情漠然，回了房，倒头就睡。迷迷糊糊中，江顾似乎回来了，他轻手轻脚搂住我，他身上的热不断涌进我的身体，可我却觉得阵阵发凉。毕竟心冷了，就再也捂不热了吧。他终是选择了轻眉的，怕我生气，又故技重施，想要哄我。我懒得陪他演戏了。这些日子，我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跟他分房睡。不知不觉，日子到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即便再忙，江顾也会来陪我。以往那8个纪念日，每当我拿着钥匙打开房门时，鲜花都会铺满地。他知我最爱花，每次纪念日无花不欢。这第9个纪念日也是一样的布置，只是这次少了一个陪我纪念的人。桌子上摆着丰盛的晚餐，可口美味，桌子上的字条却令我难以下咽。小陆，对不起，今天有事，改日补偿你。这是第几次他和我说对不起？美好的日子总不能在家看着那些花朵受气吧。我驱车来到最繁华的市中心，然后倒霉地撞见了席苏苏。这是我第2次见到他，而我不过看了他一眼，他就突然往后退去几步，看着我一脸惶恐。他比第1次见他那日更加苍白，柔弱到仿佛一吹就倒。现在正泪眼婆娑望着江顾，他还没开口，那个讨厌的声音，也就是那天出言不逊的朋友张远先开口了。他对我傲慢无礼：“顾建禄，你可真不要脸，正主回来了也不知道退下去，还专程来找苏苏的麻烦，果然小家子气。”江顾刚要开口，看他那平静的眼神，估计又是和稀泥。他明明留下了写有对不起的字条，现在他朋友骂我，他对我又是半分不在乎。这次我不想给他面子了。我抢白张远道：“什么时候婚姻法归你管了？我和江顾有结婚证，你说让就让，真是厉害。还有，我是不是小家子气，用不着你来评。我倒是知道你无能，只会嘴女人维持自尊心。”在常人神色各异。江顾微微张开嘴，他没想到我那么不给他面子。本不想发火的，可偏偏遇见这2个臭男人，我气得腹部作疼，下意识将手压在肚皮上。席苏苏看着我的动作，眼里流转着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张远反应最大，登时要冲上来找我麻烦，却被我眼里的狠色镇住。他一直以为我是软柿子，根本没想过，曾经我那样都是为了江顾。见劝我不成，他又去劝江顾，他们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江顾，你别忘了，苏苏有今天都是因为你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忍心？我看见他的手握紧又放松，我知道他在纠结，却不知道他在纠结什么。
意外就发生在一瞬，席苏苏突然向我走来，只不过我一直看着对峙的两人，没注意，以至于他伸手想要摸我肚子时，身体发出报警信号，我下意识伸手推他。我明明没用多大力气，可是他却猛地自己摔下去，口中大叫着好痛。那两人顾不上对峙，连忙向席苏苏跑来。我更被江固推得一个踉跄。只见两个男人纷纷关心席苏苏，张元跑过来就说我恶毒，江固此时也脸如寒冰。一时间，我像个罪人。江固寒声道：“顾建禄，你应该知道推一个孕妇是多么恶毒。”是他突然靠过来，我下意识伸出手，我根本没怎么用力。江固，凭什么他席苏苏出点什么事情，你就把过错推到我头上？而且我想告诉江固，我也是个孕妇。可是江固打断我的话，厌恶道：“顾建禄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这些天你总是生闷气，我不得已哄你，而你越发肆无忌惮，还怪罪起我来了。你刚刚明明就是那样推苏苏的。”江固就像是抓到证据的律师，死抓着我不放，伸手向我推来。我往一边躲去，而这时一直装林黛玉的席苏苏猛地朝我撞来，我躲避不及，就那样摔倒在地，肚子磕在了步行街的圆墩上。我瞬间感觉肚子疼得厉害，有温热的液体从身下流出。晕过去时，我看见江固慌乱的眼神，还有席苏苏有些癫狂的笑容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病床上，一转眼就看到我的老师，也就是江固的奶奶。老师慈爱的脸上满是怒气与悔恨。他说他后悔撮合我和江固了。见我醒来，老妈一边擦着眼角的泪，一边急匆匆推着身旁的老爸：“快，他爸，快去叫医生！”老妈平时那么淡定的一个人，硬是急得把老爸推出2里地。医生匆匆赶来，检查了我的各项数据，又问了问我的情况后，让大家宽心。老妈扑上来，抱着我直哭。老爸明显松了口气。我看到他们青黑的眼窝，自责不已。其实我不该同渣男争辩的，在遇见他们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跑的，这样我也不至于躺在医院，让大家为我担心，而且我也不会失去这个孩子。那天因为生气，我确实预约了引产手术，可是念到我的号码时，我却退缩了。我有些舍不得。8年的婚姻让我不再遐想爱情，那么有个孩子陪在我身边也是好的。可是这个孩子，我到底没能守住。我喃喃出声：“孩子。”老妈用一副痛苦万分的表情看着我。我不想她痛哭，连忙安慰她道：“妈，我知道的，我跟那个孩子无缘。”爸妈似乎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妈妈坐在床边，拉着手安慰我：“露露，你要做什么，爸妈都支持你，你好就行，好就行。你爸已经把江固赶走了，他那样的一抓一大把，咱们不跟他耗了。”4日，老师又来看我，应该是爸妈告诉的。虽然我和江固的婚姻已经到了尽头，可江固的奶奶、爸妈依旧很敬重。奶奶眼眶通红，看着比平时更苍老。她进来就和我道歉，可错的不是老师，是席苏苏，是江固，甚至是我。那天，奶奶拉拉杂杂跟我说了许多话，每一句都带着歉意。我默默听着，最后告诉奶奶，即便我们离婚了，您也还是我的奶奶。对面的老人先是一愣，随后重重点了下头。入夜，寂静无声，可能是没了孩子。这几日，我总是胡思乱想，想曾经，想和江固的相处。当初爱的炙热，每每回想都是甜蜜。现在想想，
江固没那么爱我，早有蛛丝马迹。如果他爱我，不会总是在朋友贬低我时只是打圆场；如果他足够在乎我，也不会默认让我放弃我爱的事业。突然，我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一只手来给我掖背。是江固。我想，江固总会在某一天来找我，或是忏悔，或是先提离婚。没想到这么快，我们之间就能有个了断。我不想等了，转过身去。也许是江固偷偷溜进来心虚，又或许是他心事重重。他吓了一跳。小陆，他声音颤抖，里面好像有哭音。我直直盯着他，像要把他看穿。他跪下了，扑通一声。小陆，我错了。听着他忏悔，感觉出他语气中的痛。我发现我也没那么痛快，我只是平静道：江固，我们离婚吧。细看，我眼神其实很空洞，只是被黑暗掩盖。对面的江固却发疯似的求我。他说他爱我，多么讽刺！可是江固，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江固僵在原地，大概是说过太多假话，不知道解释哪句。席苏苏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，要见我。其实江固推我的力度不算大，我也躲开了。真正让我跌倒的是席苏苏，她明显带着恶意，因此她被以故意伤人罪起诉。可她是孕妇，得等她生完孩子才能服刑。看守她的人说她想见我。那天我妈陪床，几个警察带着她。一进门，我妈叫她滚出去，她没反驳，直勾勾看着我。对不起。周围的人被震了震。为什么？她似乎没想到我开口第一句是这个。她好像突然被戳中了笑点，笑个没完。直到负责监督她的人提醒，才继续说：因为我要报复江固。我一惊，有些不明所以。他自顾自接着道：我要报复他全家人，让他们不得安宁。要不是他们给我钱，我就不会出国，不会落到今天的天地。那么现在人人羡慕的江太太就是我，而不是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当初江、席两家是邻居，席家比江家富足，知道两人恋爱，颇有看不起江家的意味。直到席爸爸投机取巧以致生意破产，江家出钱帮忙，席爸爸却觉得不够。他嫌弃江家没本事，又想靠卖女儿东山再起。最可怕的是，席苏苏也愿意。他们拿着江爸爸给的钱逃到国外。临走前，席苏苏为了维持形象，和所有人说，都是以为江家看不上破产的他家，拿钱打发了他们。这些事情，江固全都被蒙在鼓里。他依然相信着席苏苏，而席苏苏故意推倒我，就是因为他猜到我可能是怀孕了。他想看着江固痛苦。我不是很懂，当年明明是他选择了离开，江太太的位置也是他不要的，为什么到头来因为我跟江固结了婚，错的就是我呢？我没有选择谅解，席苏苏总要付出代价。关于离婚一事，开始江固不想离，后来不得不离。因为我的老师，崇尚自由的他第一次严厉要求孙子。他说他造的孽就让他斩断。奶奶都发话了，而我也坚持。江固无奈同意离婚。刚出院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民政局。我想用这件事彻底斩断枷锁，和江固说拜拜。办理离婚那天，看天气预报是个阴天，可从民政局出来，艳阳高照。原来天气预报也有错的时候。瞥了一眼一起从民政局走出来，亦步亦趋的江固，我大步向前。他被我甩在身后，也没跟上来。
抬头，阳光刺眼。不过我很满意，它像是一种庆祝，庆祝我进入下个转折点。离婚后，我好像又拥有了自由的灵魂。我重新拿起画笔，做着喜爱的事业。我联系起了多年未联系的老友，与过往划清界限。过去，为了帮江固打好人脉，我放弃了自己的小圈子，努力融入太太圈。插花品茶，一板一眼，皆要得体。其实我并不快乐。现如今，与老友开怀畅饮，嬉笑怒骂人生，这才是真我。当我与朋友躺在海滩，静静看着潮起潮落，阳光自信且明媚，我灵感迸发，画下了自由。因为这意外之作，我拿到了金奖。那是我画的最好的画，被放在了展厅正中央。来采访的人觉得很奇妙，就问我为什么白鸽折翼却依旧冲上了天。我摇摇头，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我觉得艺术是多变的，我表达的是这样，或许另一个人不是这么理解。留白的妙处就在于给人无限遐想。而我心中对这幅画的理解是，我曾经有过洁白的爱情，却又因为爱情被束缚折断双翼，几番挣扎，从耿耿于怀到释然。过去的伤痛也许不会随时间湮灭，可我能努力再次飞上向往的蓝天。我想，即便不是对爱情，对生活也要如此。不放弃前路的希望，大胆走，没准下一个路口就是对的路。画展结束后，我回了一趟我待过8年的城市，一是给老师汇报自己的成绩。回去那天下着小雪，老师坚持来接我。刚见面，老师就抱住我，道了句恭喜。我笑盈盈和老师说了声谢谢，然后扶着老师上车。老师热情邀请我回家，我有些犹豫。老师看出来了，叹了口气：“放心，江固不能来。”一时间，我没懂什么意思，我也没细究。毕竟是关江固，我不想多问。跟着奶奶回家，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江父江母。江父热情招呼我，仿佛我还是他的儿媳。江母笑得勉强，看得出他对我有些成见。不明白这份不满意从哪里来，可这1年让我明白，有些东西就算没做过，也会被埋怨。迁怒这个词真的很妙。我和奶奶说了许久话，我准备告辞。一直不愿意开口的江母突然开口要我留下吃个便饭。我想拒绝，被他眼里的恳求弄得心软。拒绝的话在嘴边，又转了个弯收回去。席间，江母表现得异常热情，却被奶奶瞪了一眼。我还不明白，直到他7拐8拐，拐到江固身上，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。他是来替儿子求情的。小陆啊，我们8年婆媳，我对你不错，您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江固。显然是不能，可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。毕竟江母开口的突然，我连措辞都没机会想。还是奶奶给力，啪的一下把筷子重重一摔。别说了，小陆好不容易来家里吃个饭，提那个孽障干什么？添堵吗？江母没有还嘴，而是坐在一旁啪嗒啪嗒流眼泪。可是小顾已经在赎罪了呀，现在又把自己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，还要他怎样啊？老师好像气不打一处来，一向优雅的他用力拍着桌子。他自己造的孽，当初又没人逼他，是他摇摆不定，哪个都想要，自然都要不到。你家儿子金贵，别人家姑娘就活该吗？江母彻底不说话了，趴在江父身上。江父轻叹一口气，也不想多说什么。他们其实都很清楚，江固确实错得离谱，所以才开口难。
而江母也是护子心切，被老师一点，再也没法辩白。一时间，餐桌又恢复了寂静。吃完饭，我才机械地转过头问：“江顾，怎么了吗？”我买了一束满天星，老板帮我扎好，临走夸我有眼光，还问我是不是送给心上人，摇摇头，却没见解释太多。我要完成我回来的第二件事，去看看我的孩子。我把他留在了这个城市，想着我四处奔波，毕竟如果他顺利出生，这个城市也是他的出生地。擦着陵园里没有照片的墓碑，很干净，把花摆在正中间。我一直管他叫宝宝，也喜欢和宝宝絮絮叨叨，大概是短暂的孕期养出的毛病。宝宝，妈妈来看你了。也只有在宝宝面前，我才会说说他爸爸的事。听说他总来看你，你没觉得烦吧？也许是觉得吧，毕竟算起来，你该恨他，我也是。不过宝宝，我真没想到，为了你，他应聘了守墓人。听说他是这里最年轻的守墓人，怪不得他缠了我1个月，最后销声匿迹。原来是在这里。奶奶说他是为了赎罪，可有什么用？没了没了，想起来珍惜，有的时候轻之如泥。讲完所有心事，脚蹲得有些酸麻，猛然起身，竟不受控制往前栽，紧接着被人扶住。那人身上是我熟悉的味道，我知道是许久不见的江顾，立刻甩开他，猝不及防对上了他带着受伤的眼睛。我礼貌且疏离地说了一句谢谢，可江顾看起来更加委屈了。小陆，我听说你放弃了事业，来当守墓人。对，我想向你赎罪，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。江顾带着些讨好，我却觉得可笑。赎罪？你有什么罪？不爱我吗？江顾，我没那么霸道，因为现在我也不喜欢你了。江顾听了这话有些急切。不，小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回只要你要，我一定掏心掏肺，要我死都行。他的话让我攥紧了拳头，胸口还是会感觉刺痛。原来8年真的很难忘记，可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随意心软的顾建路了。你的掏心掏肺我要不起，我想要的只有老死不相往来。我说过，一个好的前任该像死了一样，我不能犯法，所以这个死只能是变成陌生人。我最后送给江顾的一句话，是出于对江父江母和老师的心疼。江顾，你也不是小孩子，我也不需要赎罪，多想想家人吧，他们都在等你。我和他的缘分自此彻底了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